你见过伟人吗？面对这个问题，相信不同情景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如果是游戏哥游戏姐，那他们大概率会说见过啊，昨天打排位的时候还见了不少呢。如果是视频平台用户，他们就会说我关注的那个谁谁谁不就是吗？就这表情，世人握持。可以说只要是那种超出常人认知且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其行为的人群，通通可以归类为是伟人。其实这也不怪大伙儿，毕竟大伙儿之所以这么叫，多少是与伟人这个新兴爆火的概念有关。加上近些年也有不少伟人题材的游戏陆续登场，刚好可以借此机会来聊聊伟人的前世今生。按照标准的定义来说，伟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鬼怪，而是一种以高度拟人的伪装形态出现的未知生物或实体。这点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与类人这个设定绑定，那我估计很多人应该都是不知道的了。这就要提到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影了。1988年，由约翰·卡彭特执导的 B 级科幻片《极度空间》在美国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外星人企图控制地球，残存的正义之士拼死抵抗，最后发现徒劳无功的故事。极具科幻感的同时，还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在原片中，男主意外获得了一副能看穿一切事物真实样貌的墨镜。通过墨镜，男主也亲眼见识到了那些伪装成人类模样的外星人。而正是这一超前的设定，该片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伟人概念的先驱。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伟人这个极其适合同人创作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的延伸。在2010年前后，外网的 4chan 和 Reddit 上出现了大量的伟人目击帖，这些用户往往会用极具代入感的话术分享自己遭遇到类人生物的经历，并配上各种魔改过的照片来增加真实性，跟国内都市传说性质的帖十分类似，也就是用扭曲的图片和主打真实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但你别说啊，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还真发生过。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幽灵车事件，明明没上车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计费，想打司机的电话却怎么打也打不通。关键是这些司机的头像还一个比一个阴真，和如今我们认知中的伟人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当时国内并没有伟人这个概念，所以相关的事件一律用幽灵车来代替了。而真正让伟人概念深入人心的，那还得是火爆全网的曼德拉记录。这是油管主 Alex Kister 在2021年所创作的一系列模拟恐怖短片，复古录像带的拍摄风格也让视频整体充斥着一种极为真实的质感。在原片中，作者既保留了祖宗之法，也给伟人增添了种种新的特性，比如他们会伪装成为人类的样子，一点一点接近目标，然后会想方设法地杀死并取代受害者。他们一般不会贸然地使用物理进攻，而是通过精神折磨渐渐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等等。普通人类可以通过伟人信仰部门颁发的资料学习到区分伟人的方法，如果具备足够的条件，还可以尝试将伟人杀死。在原片中包含大量噪点、扭曲、遮挡、声音低沉等等桥段，这些让人生理不适的小细节都把伟人的那种不可名状、恐怖谷效应拉满了气氛，渲染到了极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系列在原作者那里是关闭了评论区的，一度让不少人怀疑片中记录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这种既能让人感到害怕，又能让人产生好奇的心理，吸引着无数的人。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以此为蓝本，制作出了更多的伟人题材游戏，比如根据曼德拉记录改编的游戏。它的玩法十分还原，需要人们通过监控画面找出房子里出现的各种异常现象，期间会有很多伟人前来造访。里面的伟人采用的就是契合原片的全身漆黑、面部缺失的形象，可以说是恐怖版的找不同了哈。同样是伟人找不同，这不是我的邻居这款游戏在海内外也有着不小的人气。虽然游戏的卡通风格会让恐怖感大打折扣，但是其核心的精髓还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判断人物信息是否正确、表情僵不僵硬、有无明显的怪异特征等等方式来区分正常人和伟人。顺带一提啊，这个游戏后续还更新了一个噩梦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玩家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从正常人中区分伟人了，而是要在名单外找到伟人中的伟人，甚至有些脱离伟人的范畴往克系方向发展了呢。在众多的伟人游戏中，我最期待的还是叫这款寻找伟人的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整体的画风相当能给到伟人的氛围感，其美术风格所刻意呈现的复古感也和伟人起源的极度空间所在的上世纪90年代一致，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原汁原味的伟人致敬之作。而游戏中通过检查牙齿、指甲、眼睛等等方式来辨别伟人的办法，也相当有美式名客的风味呢。除了游戏，伟人的热潮也影响到了现实，比如外网就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的伟人妆容，博主们通过一些特定的妆容，着重展示伟人们的面部僵硬、行为逻辑诡异等等特点，拍摄了一个又一个伟人二创。因为这些二创作品表现得过于出色，因此不少网友还会加以调侃。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争相模仿的热潮，殊不知有很多伟人早已混入其中。这些案例都足以证明伟人题材在互联网上的受欢迎程度。不过说实在的，这些内容看得多了，我的阈值也就挺高的了，对伟人倒是没什么感觉了，反倒是我开头说的那种情况越来越让人难绷。
毕竟有着伟人行为逻辑的正常人见多了，谁还会怕模仿正常人的伟人呢？